大家好，歡迎嚟到5分鐘哲學。每一集我哋都會利用5分鐘為大家介紹唔同嘅哲學家以及佢哋對世界嘅睇法。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就可以每個星期進行5分鐘嘅時光旅行，同唔同嘅哲學家對話啦。但喺正式開始之前，我哋應該先問一下，哲學到底係啲咩嚟嘅呢？或者我哋可以由哲學呢個詞語之中得到答案。大家都知道，哲學嘅英文係 philosophy， 而 philosophy 又嚟自於兩個希臘文 philo 同埋 sophia。喺希臘語入邊 philo 代表喜愛，而 sophia 就代表智慧。所以話哲學其實就係愛智慧，而哲學家其實就係一群愛智慧嘅人。但哲學亦係一門經常問問題嘅學科，而且問嘅問題呢，多數係一啲拗爆頭都諗唔到答案嘅問題嚟嘅。例如係人係啲咩嚟嘅呢？我哋係點樣認識呢個世界嘅？世界本質係啲咩呢？神到底存唔存在啊？人類有冇自由意志？等等等等，實在太多啦。而且呢一啲問題到而家都係未有答案。所以只要你諗到點樣解答其中一條問題，你就唔單單只係哲學要攞 A， 甚至要名留青史添嘅。古時候嘅人接觸呢個龐大而又萬丈紛陳嘅世界，好自然就會問呢個世界點嚟嘅呢？當然，古時候嘅人喺冇現代科學，甚至連哲學都未出現嘅時候呢，就只能夠用神話、傳說、宗教甚至迷信嘅方式嚟解釋呢個世界啦。正如我哋中華民族有盤古開天闢地嚟解釋呢個世界點樣生成，又要有四海龍王去決定落雨落去邊度，又要有雷公電母去決定劈邊個人。喺希臘呢，亦都有荷馬，唔係呢個，係呢個荷馬同埋赫西俄德所寫嘅各種詩集。當中由荷馬所寫嘅兩本詩集《伊利亞特》同《奧德賽》合稱為荷馬史詩，而呢一本史詩同赫西俄德所寫嘅神譜一齊就構成咗我哋所知道大部分嘅希臘神話啦。古希臘嘅哲學雖然強調人嘅理性，但希臘人嘅想像力亦都唔比任何一個民族差。大家睇下希臘神話嘅譜系就會明白呢個係一個幾咁龐大而又不失嚴密嘅一個系統。喺赫西俄德所寫嘅神譜之中，世界先有咗卡奧斯，即係 chaos 混沌，然後先至係大地之神蓋亞 Gaia， 同埋冥神塔爾塔洛斯啦，愛神阿洛斯，同埋象徵光嘅厄瑞波斯同暗嘅艾克斯等等等等，要再隔多唔知幾多代，先至輪到我哋平時經常聽到嘅宙斯啦、波塞冬啦，同埋呢個同埋呢個。但係希臘神話除咗推進咗娛樂事業發展之外，佢本身又有冇咩特點呢？咁就當然有啦。首先，希臘眾神其實代表住自然力同社會活動嘅人格化身。喺神話入邊，唔單單指太陽、月亮、雷電、山、河等等嘅自然景物或者自然嘅景象有神去掌管，就連人類活動好似農業、畜牧、戰爭等等都係一樣。到咗後來，甚至連一啲道德嘅價值，例如正義啊、善啊、美啊，甚至連命運都要有人格神喺背後操控。係咁，人類乃至世界上嘅一切似乎都變得可以解釋。但人同自然亦同時被眾神所主宰。其次，人同神係具有同樣嘅形體同性情嘅。我哋可以睇下古希臘人對於眾神嘅雕塑啦，有宙斯啦，有波塞冬，有雅典娜，有哈迪斯啦。基本上呢啲同人係冇分別嘅。而且神同英雄同人一樣係具有各種惡習，佢哋會欺騙人，會傲慢，會妒忌，會開心，會喊等等等等。神於是就喺呢一啲不可控制嘅情緒下面，隨心所欲地操縱住呢個世界。所以如果用希臘神話嚟解釋呢個世界一切最後都可以歸於神，但神本身又係冇章法嘅，結果世界其實就係混沌，當中冇咩法則可以講。但大家試諗一下，水永遠就由高向低流，太陽永遠由東邊升起，由西邊落下，夜空嘅星星似乎一直都喺度。難道呢一切唔足夠令當時嘅人總結出一啲經驗，甚至係規律咩？而當人類從經驗發現規律之後，正正就係神話退場嘅時候，亦都係哲學誕生嘅時候。